好，今天的重磅新闻，官方已经宣布，克洛普扎叔出任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签约到了2030年世界杯。这样子德国球迷有福了，真正可以欣赏一下农夫山泉，欣赏摇滚足球在德国国家队能展现怎样的风格。希望4年后的今天，咱们老 K 足球新闻复盘的时候，不至于让大家失望。那么克洛普过去01到08年执教过美因茨，04年率队升入了德甲联赛。08年到15年，他在多特蒙德担任主教练，率队拿到了10到11赛季，还有11到12赛季的德甲联赛冠军，11到12赛季德国杯的冠军，还有12到13赛季欧冠亚军。2015到2024年执教利物浦，率队拿到了18到19赛季欧冠冠军，19到20赛季英超冠军，还有19年的世俱杯冠军，19年的欧洲超级杯冠军。24年夏天，克洛普从利物浦卸任。25年1月1日，红牛集团宣布他开始担任红牛全球足球主管。这次为了报效德国队，今年夏天克洛普和红牛集团协商解约，由于没有解约条款，所以没有产生转会费。这次克洛普到德国队，教练组还会包括他多年的搭档克拉维茨、林德斯以及斯文本德。那么虽然有了最好的厨子，我们却必须记住，就像今天埃芬伯格说的，德国队已经不是顶级球队。埃芬伯格说，我们不能忽视现实，德国现在无论在欧洲还是世界范围内，都还不是顶尖球队，至少目前还不属于那个层次。希望在28年欧洲杯，德国队能够重新扮演合格的角色，然后在30年的世界杯上用表现赢得对手的尊重，也让德国球迷兴奋。克洛普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松，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和他的工作会被密切关注。德国足坛就是这样，但克洛普肯定很清楚自己已经答应了什么。那么这次德国足协主席已经表态，为了感谢红牛集团放走克洛普，德国队会在莱比锡踢3场比赛。同时，德国足协会向红牛的基金会捐赠100万欧元。朋友们，对扎叔克洛普出任德国主教练，您有怎样的期待？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另外，希望您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好，咱们继续。最后提醒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咱们会专门聚焦红魔曼联赛季初的准备工作。这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克洛普首先警告了德国的媒体，他说，如果你们媒体行为不端，不让我的家人清静，那我就走人。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是巨大的荣誉，我会得到很好的报酬，所以一切都很清楚。但是在你们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天，说一声我就走人，不需要遣散费。如果你们明天说这家伙太烂了，那我就马上走人。如果德国足协说我们不继续了，那我也会走人。明确的说，因为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对待纳格尔斯曼的，尽管我看到了人们在仅仅关系到体育成绩的情况下是如何对待图赫尔的，在其他国家这可能更糟。但我唯一的要求，如果某件事不奏效，请你批评我；如果奏效了，你们也不必过度表扬我，因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奏效的话，我非常乐意去改进。我们必须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足球本身。我克洛普在国家队之后就没有职业规划了，所以这并不是什么通往其他目标的跳板。在理想情况下，这是我职业生涯、我的人生、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我将投入我所拥有的一切。我为自己组建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教练团队。我们德国队要向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展现高强度的足球。至于未来基米希是不是还会踢右后卫，放心吧，我们肯定会带着右后卫去比赛的。我们现在当然想实现最高的目标，但我们必须明白，这需要时间。而拜仁慕尼黑不用担心我只带多特的球员，或者只带莱比锡的球员，这都是无稽之谈。至于德国马上要参加的欧国联的比赛，哈哈，这4场比赛很酷，但也让人头疼。我甚至没有办法去问别人，你们过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呀？因为我们以前也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我不认为国家队主教练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则。至于到时候站在德国队场边到底怎么穿，我还没有仔细想过。但是我绝对不会穿打领带的西装，其他的我们就走着瞧吧。好，这一次克洛普组建的教练组有非常浓厚的多特蒙德风格，他本人还有助手克拉维茨以及斯文本德过去都在多特蒙德工作。对这一点，德国足协的副主席多特蒙德的主席瓦兹克也回应了，他说，这种关于多特蒙德的讨论完全是多余的，这关乎的不是俱乐部立场，而是国家队的成功。即便拜仁的高层们也都完全支持这套方案。对于克洛普，人们往往只看到他的激励能力，但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会质疑一切，
审视现有的架构，精准找出需要变革的地方。总的目标就是踢出高强度的足球，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球员们倾尽了全力。那么对于今天克洛普在新闻发布会的表现，德国名宿马特乌斯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克洛普准备得非常充分，说出了大家期望听到的一切。他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而在与球员相处方面，他应该比前任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也不要期望过高，毕竟克洛普最终也只能派出11名拥有德国护照的球员，所以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2周前我就说过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球员像他们自己表现出的，或者像别人说的那么差。我看到了很高的水准，在青年队中也是如此。当然，克洛普不可能凭空创造新球员，但他会和他的教练团队一起仔细观察所有人，然后他会尝试组建一支球队，带领我们回到我们期望的位置。那么好的，老 K 反复在节目里强调过，未来的现代足球的风格一定是高位逼抢，一定是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就这一点，德国足球队在克洛普的领导下，很可能会推动战术的革新。另一方面，今天罗马诺 Here we go， 法国队中后卫水晶宫的拉克鲁瓦即将加盟切尔西，转会费5200万英镑，球员正在伦敦接受身体检查。迪萨西没有包含在交易里面。拉克鲁瓦将和切尔西签约到2032年6月。那么虽然在法国世界杯拉克鲁瓦的表现老 K 也批评过，但是该翻篇的始终要翻篇。希望到了切尔西，拉克鲁瓦真正能有好的发挥。他的速度快，身体强壮，对抗很强，控球的技术和出球能力很好，左右2个脚都能出球，还能自己带几步。但过去防守的位置感等等，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缺点嘛。好，另外今天罗马诺还宣布，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他已经同意了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提出的长期计划，将在未来几天签约，等待正式的程序。皮尔洛球员时代是真正大师级的中场，球员时代非常辉煌，曾经率领意大利国家队夺得06年世界杯冠军，而且他在尤文图斯也曾短暂的出任过主教练。过去皮尔洛作为教练的毕业论文写得非常好，详细的阐述了他心中传控足球应该有的样子，但这些东西没有在尤文图斯打出来。现在意大利国家队多事之秋，作为之前加图索最好的朋友，他接下了加图索的教鞭，也算是众望所归吧。好，另一方面，阿根廷队38岁的中后卫奥塔门迪宣布从国家队退役。17年前，奥塔门迪完成了阿根廷国家队首秀，他随队参加过4届世界杯、5届美洲杯，22年夺得世界杯冠军，21年和24年2度夺得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大赛3连冠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奥塔门迪的付出。他目前已经转投阿根廷国内的河床队，希望尽快为河床队登场。好，那么皇马方面正在积极的推进曼城中场罗德里的加盟，有信心能够签下他。2家俱乐部还没有展开正式谈判。前段时间皇马曾经有消息坚持说罗德里不在皇马的计划之中，但是在世界杯结束以后，俱乐部的立场发生了转变。罗德里在世界杯展现出超高的竞技水平，以及他在西班牙夺冠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最终推动皇马决定追逐他。而曼城如果失去罗德里，他们今年夏天已经以 1.16 亿英镑从诺丁汉森林签下了埃里奥特·安德森，现在也正在推动签下里尔队的18岁摩洛哥中场布阿迪。那么现在各大英超豪门都在招兵买马，反而是卫冕冠军阿森纳现在压力山大。距离新赛季开始还有1个月，阿森纳是 Big 6当中最不活跃的，他们只引进了2个新面孔，3400万英镑的希腊边锋佐利斯，还有从利兹联队免费加盟的替补门将梅里耶。最近他们花了几个月想运作莱斯特城小将杰里米·蒙加，却在最后时刻被曼城截胡。而阿森纳阿尔特塔渴望了1年想要签下的阿斯顿维拉的中场摩根·罗杰斯，上周末也被切尔西以惊人的 1.17 亿英镑报价买入。而过去这2笔交易，阿森纳都曾经是领跑者，可最后的转会费都超过了他们愿意支付的范围。所以一方面阿森纳保持了财务上的纪律，另一方面焦虑的球迷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个赛季的夏天阿森纳的足球总监表现不好，2大目标都在眼皮底下被别人抢走了。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阿森纳在卖球员方面表现不好。去年夏天他们花了大概 2.7 亿英镑引进新球员，但销售球员的收入仅仅约900万英镑。今年夏天情况略好，托罗萨德出售给贝西克塔斯，还有基维奥尔出售给波尔图，一共带来3000万英镑的收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热苏斯、维埃拉、恩瓦内利、马丁内利这样的球员出售都能带来急需的资金，但谁会买他们呢？会花多少钱买呢？
还有最重要的，阿尔特塔的合同已经进入最后一年，他的新合同续约很可能让他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主教练。同样的，拉耶斯也会获得一份丰厚的新合同，廷贝尔也是如此。总之，阿森纳的财务压力非常大，在转会市场上舍不得花钱，引援缓慢，也就值得理解了。好，还有阿森纳对纽卡斯尔中场核心吉马良斯提交的7000万英镑的报价已经被纽卡果断拒绝。纽卡明确告知枪手，只有报价达到8000万英镑以上，双方才有正式谈判的可能。现在个人条款层面，阿森纳和球员已经不存在障碍。吉马良斯对前往阿森纳持开放的态度，甚至对此非常向往。那么此前阿森纳想用7000万英镑的报价作为试探，来测试纽卡对这笔转会真实的态度。可是纽卡方面已经越来越不满，认为阿森纳想通过舆论造势来扰乱球员吉马良斯的心态，所以迅速回绝了这份报价，以表明他们强硬的立场。总之，阿森纳想签下吉马良斯必须大幅提升报价了，但是他已经28岁，2年之后身价也会大幅下滑，到时候就跟现在的热苏斯一样，想卖掉又困难喽。首先总结一下，目前英超最新的夏窗支出榜，切尔西 3.12 亿欧元居首，热刺队 2.67 亿欧元第二，接下来是曼城 1.75 亿，纽卡 1.3 亿，布莱顿 1.26 亿，阿斯顿维拉 1.05 亿，利物浦 1.03 亿，曼联9700万，阿森纳8000万。而切尔西不仅买人狠，卖人方面也狠，双向出击啊！去年夏天切尔西卖了3亿多，今年夏天已经入账快 1.2 亿英镑了，如果加上加纳乔和马雷斯卡的赔偿金，已经 1.9 亿英镑了。好的，利物浦方面，在新的主教练伊劳拉来了之后，至今还没有和麦卡里斯特续约。如果利物浦要签新的中场，麦卡里斯特最有可能被卖掉。主教练伊劳拉已经承认，现在利物浦至少需要再补充一名右边锋和一个后卫，但如果希望对中场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整，都必然意味着要先卖掉某个资深球员。而麦卡里斯特是最具天赋的中场球员之一，他连续2届世界杯决赛能够首发，而加盟利物浦前2个赛季，他已经是历史上红军最顶级的中场球员。但上赛季的麦卡里斯特远远没有达到自己最佳水平，而由于他在利物浦的运转中扮演着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角色，所以他的下滑显得格外刺眼，也是利物浦上赛季表现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队友格拉芬贝赫和索博斯洛伊都和利物浦签署了续约合同，麦卡里斯特的合同只剩2年，却至今没有就新合同展开任何谈判。所以虽然新主教练伊劳拉已经明确表达了对他的能力高度认可，但现实往往更复杂，常常由资本驱动。现年27岁的麦卡里斯特今年夏天正处在他转会价值的最高点，皇马长期以来和他传出绯闻，但他的父亲近期已经否认了转会到皇马的可能性。现在利物浦如果确实想为中场腾出空间，那科蒂斯·琼斯和远藤航这2个人合同只剩最后1年，最有可能被送走，但是2个人加起来都无法接近麦卡里斯特所能换来的转会费。所以倘若教练组认为麦卡里斯特无法重回巅峰，那么最终不得不离开的也许正是他。首先曼联新赛季的打法咱们可以期待一下。最近主教练卡里克在被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最欣赏大巴黎的踢法，中场串联，前场冲击空间。这一段话非常合老 K 的胃口啊。卡里克说，吸引自己的不仅是大巴黎能够持续赢球，更重要的是球队展现出的比赛风格。对此尤其欣赏大巴黎中场球员之间的联系、短传配合，还有不断向前推进的方式。同时大巴黎前场球员的速度、活力和攻击空间的能力，也让那支球队充满观赏性。所以作为一名中场球员来说，能够不断的接球，参与到组织，并且持续将球向前输送，几乎是一种理想的比赛环境。好吧，路易斯、恩里克、卡里克2个都是克，让我们期待新赛季的曼联能够踢出真正大巴黎那样的比赛内容，强调中场串联、短传推进和前场的速度。好，兄弟们，今天曼联的友谊赛5-0大胜罗森伯格。咱们先谈这一场，然后是今天的重磅新闻。比赛5-0拿下，谢伊莱西、齐尔克泽、德瓦尼、哈里阿马斯、伊森威廉斯各进1球。但最遗憾的是超级新星 JJ 加布里埃尔，15岁的加布里埃尔今天没有获得上场机会。其实这一次季前赛让他上今天是最合适的。5-0已经将对面踢花了，而后面对阵马竞、大巴黎、AC 米兰，可能就不太敢再尝试用他了。今天比赛61分钟的时候，曼联卡里克大旗一挥，无数的曼联小将同时上场，而且效果相当好，下半场进了4个。而比赛中最大的惊喜，打这样强度比较低的对手，齐尔格则在场上又像前锋又像前腰。
不过现在的曼联仍然有可能签下一个新的中锋，齐尔克则有很大的可能离队。谢什克的伤病也正在恢复，还没有完全好。曼联现在为齐尔克泽标价4000万欧元，现在尤文图斯最感兴趣，已经开始进行接触，而尤文自己和穆阿尼的谈判正在拖延中。上赛季无论换没换教练，齐尔克泽在曼联的定位都比较尴尬。他可以算9号半球员，但球队真正需要的是顶级的9号位。季前赛这样的比赛，齐尔克泽没有问题，而队内真正信得过唯一公认的正印中锋还是谢什克。上赛季冬窗，齐尔克泽为了参加世界杯曾经想要离队，但曼联当时告诉他不可能，所以上赛季他在联赛只有5次首发，无缘世界杯也在意料之中。不过有一点特别好，齐尔克泽在队内非常受欢迎，在球迷中也很有声望，无论踢得好不好，他总是全力以赴。可尴尬的还是在于9号半球员既踢不了9号位，也踢不了10号位。虽然1.93米的大个头90公斤，但踢中锋他确实不够硬。好，另一方面，最近荷兰球员萨默维尔7000万欧元转会了沙特利雅得新月，他离开西汉姆联并不让人意外，但在下决心去沙特以前，曼联本来是他的首选。现在西汉姆联队降级之后，第一位是以8500万英镑转会到热刺的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然后第二个离队的重磅球员就是萨默维尔。对他意甲豪门罗马队曾经多次报价都失败了，而曼联和热刺也对他表示过兴趣，但最终加盟利雅得新月的经济回报太丰厚，难以拒绝。而在此之前，转会曼联本来是他的首选，可是要转会曼联，前提是曼联必须卖掉拉什福德。可在拉什福德4000万英镑的离队条款到期以前，没有任何潜在的买家，这就意味着萨默维尔当时必须寻找其他的选择。所以拉什福德32.5万英镑超级顶薪，现在砸在手里曼联很难卖出去。而现在在后腰方面，曼联签下皇马的楚阿梅尼存在可能性。虽然有消息说楚阿梅尼已经和皇马达成续约的意向，但这和皇马愿不愿意出售并不冲突。现在关键2大难题，第一，皇马对楚阿梅尼的标价会是多少？楚阿梅尼本人转会到曼联的意愿又有多强烈？要知道4年前曼联从皇马引进卡塞米罗的时候，转会费和工资2方面都让曼联感觉被敲了竹杠，所以俱乐部希望避免重演类似的局面。而皇马和穆里尼奥想引进罗德里，所以出售楚阿梅尼从财务上是必须的。可以确定的是，今年夏天曼联还想再签一名顶级的中场，据说目标已经锁定在科内和楚阿梅尼2人身上。曼联已经就科内的情况向罗马队进行了询价，科内在本届世界杯担任法国队中场核心，表现出色，预计今年夏天就会离开罗马。那么科内、楚阿梅尼无论签下谁，都能给曼联的6号位带来丰富的经验。而边锋拉什福德，他本人并不想去土耳其踢球，热刺队可能是潜在的下家。现在老 K 估计他会归队参加曼联的季前赛，甚至有可能留在队内开启新赛季，但他可能很难真正重新的融入一线队。这主要还是拉什福德对曼联俱乐部高层心存芥蒂。当初离队，他认为管理层和前任的主教练都有责任，双方的隔阂非常深。而曼联也不想继续承担拉什福德32.5万英镑的高额的周薪，所以对各方而言，最理想的结果仍然是他离队。拉什福德在曼联现在还没有分配到球衣的号码，他过去穿的10号，现在穿在库尼亚身上，这就让所有人都非常的尴尬。有跟队记者表示，拉什福德如果回到曼联会改穿11号。好，另一方面，布莱顿中场球员巴莱巴的团队已经再次主动的联系了曼联。22岁的巴莱巴仍然渴望登陆老特拉福德。1年前25年的8月，当时巴莱巴就非常想加盟曼联，双方甚至敲定了个人待遇的条款。当时的曼联主教练阿莫林认为他是球队首要的引援目标，可布莱顿坚决拒绝出售，这笔转会最终泡汤。今年1月阿莫林离任，卡里克接手以来，曼联对他的兴趣已经大幅减退，所以现在主动权掌握在曼联的手中。对了，曼联最近的训练还有季前赛，现在队长逼费还没有归队，现在芒特在训练还有客场还有比赛日对青训小将的帮助无人能及。前面老 K 说曼城提到过福登，现在芒特在曼联就承担这个角色。各位青训小将包括哈里阿马斯、托比科利尔、谢伊莱西、麦考马克等等，全部都对芒特的帮助赞不绝口。好，另外转会市场，曼联现在对热刺的后卫斯彭斯也有浓厚的兴趣。卡里克非常欣赏他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斯彭斯只有25岁，他在世界杯的比赛中多次完成关键的防守。现在热刺的标价4000万英镑，这已经令国际米兰退出了谈判。斯彭斯在热刺主要担任右后卫，但同时也能胜任左边路。
现在除了卢克肖之外，曼联的边后卫配置很薄弱，斯彭斯是一个非常理想合理的引援目标，但估计曼联买呀4000万英镑怎么都不够，这比主港多多少少热刺都要敲一下。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热推、点赞、分享和评论，感谢您的订阅，咱们明天再见。